吃完就饿，真不是嘴馋，而是你代谢开始出问题了。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底层逻辑就是你失去了代谢灵活度。代谢灵活度这个名词很少被人提及，但是今天我们大家面临的各种各样跟代谢有关的慢性病，它的源头来自于我们失去代谢灵活度。而胰岛素抵抗呢，是失去代谢灵活度里面最清晰、最容易辨别的一种现象。目前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胰岛素抵抗大约占总人口的 50%， 你可能会觉得很惊人啊，2个人里面有1个人有胰岛素抵抗啊。可是我跟你说，有某一些的专家学者在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他们坚决认为胰岛素抵抗的人口大约占到今天总人口的 75%， 而胰岛素抵抗这个事情，它是在静悄悄的在你身体里面发展的，它在刚刚开始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不大容易注意到它的存在的。有可能在你小的时候不知不觉你会发现吃完了以后容易饿，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啊来解释为什么你今天饿得比较快。可是呢，等到你下一顿吃完了以后也饿得比较快，明天吃完以后也饿得比较快的时候，你又找到了另外一个理由来解释了。时间久了以后，你就会把它当成一件正常的现象来看待了。实际上，各位，你们在听我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说，难道你吃完东西过了一会儿你不会饿吗？我会告诉你，我不会啊，我真的不会啊。为什么吃完东西以后容易饿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因为当你吃完东西没有多久以后，你出现饥饿的信号的时候，表示你身体制造了一种激素，叫做饥饿素。饥饿素到了你的脑部，你的脑呢就会给你制造饥饿的感觉，叫你去吃东西。表示什么？表示你的身体需要食物了，它就会制造饥饿素。可是你刚刚吃完饭才不到2个钟头啊，没有理由你会想一想看，说我热量够的，我营养也够的，我刚刚吃完饭才2个小时，为什么我肚子就饿了？因为你的饮食里面大多数的热量是碳水化合物，而碳水化合物转变成了葡萄糖，送到我们的血管里面去，你的血糖就开始上升了。我们人的身体呢，不允许血管里面的血糖一直在高位的，血糖稍微上升了，我们身体就开始制造胰岛素。你血糖升得越高，我们身体制造的胰岛素就越多。你的血糖的表现就是急速的上升，然后急速的下降，这整个过程大约2个小时。当你的血糖急速下降的时候，你的饥饿感就来了。你饮食里面碳水化合物越多，这种现象就越明显。所以现在在孩子的身上最明显，因为他们的代谢能力强，他们身体制造胰岛素的能力强大，所以呢，他把这些葡萄糖带走的速度更快，比成年人快。说怎么搞的？你才吃完没多久，怎么又饿了？你们家的小胖子一天到晚都在叫肚子饿，大概原因就在这里了。这样的现象时间久了以后，你的身体不断的制造更多的胰岛素，不断的制造更多的胰岛素，慢慢的，你身体的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下降了。你身体原来制造这么多胰岛素可以处理的葡萄糖，现在处理不了了，因为敏感度下降了嘛。那么你的身体就要制造更多的胰岛素，这个就是胰岛素抵抗了。当你发现你的孩子吃完饭以后很快肚子就会饿的时候，当你发现你的孩子吃完了以后人就犯困，为什么会犯困呢？血糖迅速下降，他就没有精力了。当你发现你的孩子情绪暴躁，不能够集中注意力的学习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关心这个问题了。胰岛素抵抗在我们人的身上最容易看见的是什么？体脂肪变多了。我们很多人看到小胖子会说好可爱，我从小被人叫小胖子叫习惯了，每一个长辈见到我都要在我脸上掐一下，在我肚子上捏一下，小胖子好可爱。小胖子胰岛素抵抗，小胖子长大了以后一身都是毛病。时间久了以后，胰岛素抵抗在某一部分的人群里面会表现在他的身上，比方说脖子底下出现了黑鸡皮了，比方说关节的颜色变黑了变深了比方说身上会长一粒一粒的小肉球了，满脸都是痘子了，年轻的女孩子月经不正常了，甚至于多囊，都跟胰岛素抵抗有关了。而胰岛素抵抗经过几年的发展以后，每一个人发展的速度不一样，渐渐的它走到了糖前期了。有相当多的代谢症候群啊，高血糖了，高血脂了，高血压了，都跟胰岛素抵抗有关，百分比极高。所以这种胰岛素抵抗的早期现象啊，你如果发现的话，你赶快调整了。在小朋友身上是最容易调整的，你把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拿走，你把添加糖拿走 ，OK 了。你给他吃的碳水化合物比较理想的是根茎类的碳水化合物，土豆啦、番薯啦、紫薯啦，纤维又高，营养价值又高，升糖速度又慢，它引起的胰岛素反应啊是比较低的，所以对他健康来说是比较有好处的。然后呢，
优质脂肪让它多吃一点，包括动物脂肪了，包括饱和脂肪、单元不饱和脂肪，食物里面的鸡蛋连蛋黄一起吃，这些都是优质脂肪。在这样的前提下面，尤其是小朋友，他们年纪很小的时候，很快他就可以调整好。千万不要再给小朋友们吃添加糖了，那个对他们健康的危害是你看不见的。我今天跟各位很简单的介绍了几种胰岛素抵抗的早期表现，希望对你们有帮助。